大家好，我是波霸。現在這個季節，黑面琵鷺已經進來了。拍攝野生動物時，請記得不逼迫、不餵食、不干擾。想要拍攝自然的奇蹟，請務必保持最美的距離。在我們的拍攝清單中，有一片雪白的身影，始終在腦海裡揮之不去。它們是冬日的遷徙者，是國際級的珍寶——黑面琵鷺。我的記憶總是跟着小時候的戶外教學，來到台南七股的鹽田。那片廣闊的，在陽光下閃耀着白色光芒的土地上，他們是我們最期待的訪客。熒幕前的你，是否也跟我一樣，有過那樣的關於等待與尋覓的遠足記憶呢？原本我們已經規劃好了行程，準備啟程前往台南或嘉義，去捕捉那些我們在波士 Covery 中所需要的素材畫面。然而，當你試着去親近大自然，你永遠要學會的第一課就是向現實低頭。一個超級颱風的預報打亂了我們所有的計劃。考量到台南嘉義畢竟有一段距離，萬一天候不佳，我們會白跑一趟，有可能回不了家，只好暫停腳步，開始尋找備案。但有時候驚喜就藏在燈火闌珊處。我們赫然發現，原來不必跑那麼遠，離我們如此近的高雄，竟然也有成群的黑面琵鷺。地圖上顯示，茄萣濕地與永安濕地似乎是他們的另一個天堂。兩個地點相距不遠，而且新達港就在隔壁。嘿嘿，炸海鮮，我們來了！喂，就這麼決定了，我們出發前往這兩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鄉濕地吧。第一站，茄萣濕地。我們現在來茄萣濕地，這邊是南部一個算很大的濕地吧。然後今天我們來這邊就是來看黑面琵鷺，因為現在這個季節黑面琵鷺已經進來了。抵達時看了看導覽地圖，這片如此開闊，感覺充滿了無限可能。這裡，他們這邊好可愛啊！他們拍鳥的兩座小屋。但現實很快就給了我們指引，廣大的濕地其實是無法進入的，唯一的窗口就是那座賞鳥亭。當我們扛着器材走近，眼前早已是重兵集結，許多經驗豐富的大哥大姐架起了一台台的大炮，神情專注地凝視着遠方。這個陣仗肯定有厲害的目標，我心裡想着。成千上萬的黑面琵鷺，我來了！然而，當我架好設備，透過觀景窗望去，鳥呢？一位熱心的大哥看出了我的疑惑，他笑着說：“少年呢，我在等蟄狂吶。”他指着遠的快看不見的邊際，黑面琵鷺有，但在那邊太遠了，現在看不到。這邊是什麼？鳥。什麼鳥？有點遠。我看到了，超遠的。看不出來，有點遠。我心想，蟄狂，那也是難得一見的猛禽啊！我的心情立刻轉換了跑道，也加入了這場靜默的等待。在等待的間隙，大哥跟我分享了許多這裡的生態，甚至有些我連名字都叫不出來的美麗水鳥。我的期待感再次被點燃。很漂亮。我們要去另外一邊，有一格的相機轉了會撞到。我們要去這個。我們去那邊。這裡拍得到嗎？它擋住了吧？可以。噔噔。再去看看嗎？一只喜鹊在馬路上走，喷吐魚耶，好可愛耶，好多哦，這麼多耶！是因為下雨了嗎？
多。5倍的感覺是這樣。哇！我用錄影的、哦。這邊。他們說很多鳥飛起來是蟄狂出來的嗎？我居然在這邊發現了野狗，好多隻哦！偏偏天空就在此時變了臉色，雨滴開始落下。我想水鳥。下雨應該還是會出來吧，但雨勢卻沒有要停歇的意思，越下越大，越下越大。時間接近中午，雨幕模糊了我的鏡頭，也澆熄了我們的熱情。雖然心有不甘，但追鳥就是這樣嘛。好吧，打龜就要認，肚子餓也得吃飯。我們走，新達港，我們來了。下雨了。對啊。雨越來越大，而且過2天好像有颱風。對，很怕雨不停。但肚子太餓了，先去吃飯。太早了，都還沒有人。剛好在旁邊拍，就來找東西吃。沒拍到沒關係，飯還是要吃飽的。那我們買了一袋龍珠，沒錯。噔噔，好香哦！它超大顆，它這麼大顆。你比得上花枝丸，然後這麼大顆。看，就是我說的這麼大顆。哎，你看他們3個，好好笑哦。什麼？好好笑啊，他們3個。好可愛啊！對啊，吃飽喝足，外面的雨似乎小了一點，但依舊綿密。我跟波妞站在車邊，陷入了抉擇：是要就這麼打道回府，承認今天運氣不佳，還是再給自己一個機會？那種屬於記錄者的執着，往往就在這一念之間。走，永安濕地，地圖上寫着24小時開放。哎呦，聽起來沒敗哦。這邊好像只有這樣一個平台，我先尋一下有沒有鳥，因為在下雨。如果有鳥，再拿相機。就在眼前，成群的燕鷗在濕地中央休息，完全無視這場細雨。早上在茄萣打龜的陰霾一掃而空。你看這邊還有一坨黑腹。翻最狠呢，你看它是這裡耶。哪裡？這裡。其實可以耶，要拿相機嗎？好啊，但就是有一點遠，因為我們大概在這裡。而且這邊其實不會淋雨，好多哦。你這拍到嗎？可以，光圈縮到F8。哦，那好清楚哎。好可愛，不是，你是翻拍，然後看起來像你直接拍的一樣。直接使用翻拍，因為我的太遠了。我的在這裡，我的已經5倍了。哦，你看，它头上有一滴水滴都拍到了。一只一只拍下來認，這只是現場看圖，這只是里海燕鷗，因為它的後腦勺沒有，它只有到頭頂而已。對。就在我正沉浸在解鎖新鳥種的興奮時，我的眼角餘光掃過了水域的另一端，一片靜止的白色，那裡有一群，該怎麼形容？白白胖胖的圓球，正安詳的在休息。不對，白鷺的身形沒有這麼的圓潤。我立刻將鏡頭推了過去。哪一頭是黑面
正前方不是有一群？對，那頭是黑面琵鷺哎。當畫面清晰的那一刻，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可以啊，我現在錄着，我錄着。哎，皮整全起飛了，好美哦！哇，被樹擋到了。哇，我錄到黑面琵鷺降落了。那標誌性的，如同琵琶般的黑色長喙，正安穩地藏在羽翼之間。是它們，是黑面琵鷺，它們就這樣在雨中靜靜地睡着了。那哔哔哔哔是它们的叫聲。對啊，它其實蠻近的。很近啊，大概40米吧。我幫它拍張照好了。雨太大了，差不多該撤了。不過今天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我們怎麼每次都神反轉？今天早上真的共估什麼都沒拍到，然後原本想說今天應該就拍不到黑面琵鷺了，結果沒想到我們換了一個地方，居然拍到了。大家覺得奇怪的，我們怎麼每集都在反轉？這樣沒有，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就真的有的時候多等一下就有了，或是換個地方。走吧，回家，我快被淋成落湯雞了。我們今天尋尋覓覓的目標，就在這個我們幾乎要放棄的時刻，用最安靜、最平和的姿態出現在我們眼前。雖然這短短一個下午的相遇，雨勢也始終沒有停歇。我們拍到的素材遠遠不夠製作一集完整的黑面琵鷺專題，但是這就是柏油足跡想記錄下的，不是嗎？對啊。旅行從來不是 A 點到 B 點的精準達標，它是一場充滿變數的冒險。是那個突如其來的颱風，讓我們轉了個彎，看見了家鄉土地的豐饒；是簽訂的一無所獲，讓我們在永安的雨中，依然願意抱持着最後一絲希望。有時候，最深刻的感動，並不在於你的鏡頭捕捉到了多麼稀有的畫面，而是當你以為今天將空手而歸時，大自然卻在最後一刻悄悄地為你準備了一場最溫柔的反轉。謝謝大家的收看，我是波霸，跟着我們柏油足跡的步伐，繼續踏上下一個充滿不確定的生態之旅吧。對，你看這個角度，人家不知道以為我在拍這根柱子，很像哎。沒有，完全沒擋到，超強的。我新開了一個 LINE 的社群，波霸的裝備袋，裡面有最真實的器材實測、配置建議，還有我私房拍攝心得。如果你也是裝備控，或者對生態攝影有興趣，歡迎加入我的新天地，一起交流討論喲。連結就在資訊欄，讓我們在那裡繼續聊攝影、聊鳥鳥、聊裝備。我們社群見。